台湾蓝雀一直被台湾人视为非常神圣的象征，而且许多鸟类的爱好者以及经常在户外活动的登山客，看到台湾蓝雀的时候，也都会觉得相当惊奇。之前的影片也有介绍过，在校园当中就能够见到这种鸟类，而且还有可能会攻击人。不过，你知道台湾蓝雀也有与外来种竞争的威胁问题吗？其实现在在台湾出现了一种跟台湾蓝雀很相似的外来种鸟类。这种鸟类最大的问题就是开始大量的适应环境之后，会跟台湾特有种台湾蓝雀进行杂交，让物种之间的基因纯度受到影响，让生态学者以及保育台湾特有种鸟类的专家也都相当的担忧这个鸟类入侵的情况。它有什么样的特征，又有什么样的习性呢？我们应该要怎么分辨这个外来的物种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这种伪装成台湾蓝雀的外来物种——红嘴蓝雀吧。嗨，大家好，我是爱台湾杰克，欢迎来到疯狂外来种系列。讲到台湾的外来种鸟类，可能大多数的人还是认为是八哥鸟，而八哥鸟对于台湾户外的生态环境的影响不容小觑，而确实呢，也改变了台湾野外的环境、鸟类的生态以及各种生物的活动状况。由此可知，任何一个物种破坏了原本有的环境平衡，便会在长时间的累积之下带来巨大的影响。包含了食物链的破坏，以及环境上外来物种大量且快速的繁殖之后，还有可能会造成环境脏乱等等的问题，甚至影响到人类的生活。不过这一集我们将要来带大家了解的是红嘴蓝雀这个物种，这是一个外来的入侵种，跟八哥的入侵不大一样。八哥的领域性很强，而且可以快速的繁衍，在快速的适应环境之后，会影响到其他鸟类的生存，而且也会造成其他鸟类数量减少。但是个性本身就非常强悍的台湾蓝雀，基本上是不会输给红嘴蓝雀的。所以说，基本上大多数人担心的并不是它们相互竞争有限环境的问题，而是担心这个物种开始与台湾蓝雀杂交之后，改变了台湾特有种的样貌，而在不知不觉当中，我们熟悉的国鸟台湾蓝雀，它的样子就慢慢的被改变了。而对于这个观点，许多人抱持着不同的看法，因为红嘴蓝雀又称为中国蓝雀。其实台湾蓝雀在最早以前跟中国蓝雀也都是有同样的祖先，不过后来因为地形上面的限制，台湾的台湾蓝雀渐渐的发展出独有的样貌，而且能够持续的繁衍后代，适应环境，也因此变成了台湾的特有种鸟类。但是中国蓝雀的加入，确实会让台湾蓝雀原有的外表以及基因都遭受到影响。所以说，专家学者们也都还正在研究如何面对这个外来种入侵的议题。红嘴蓝雀的体型比台湾蓝雀来的小，最主要的判断方式可以观察它们的下腹羽毛的颜色是白色的，而台湾蓝雀是明显的宝石蓝色，就成为了分辨这两种鸟类最主要的特征。除此之外，如果仔细观察的话，可以发现台湾蓝雀的眼睛是呈现黄色的，而外来种的颜色是呈现红色的眼睛，而这也都是赏鸟人分辨这两个不同物种最主要的方式。红嘴蓝雀在科学上的分类属于雀形目鸦科蓝雀属的物种，主要分布于喜马拉雅山印度东北部、中国、缅甸以及印度的丛林附近。跟台湾蓝雀一样的是，中国蓝雀也都会在村庄、校园出没。其实这种鸟类入侵到台湾的议题比较少人知道，专家也非常的好奇，当初这种鸟类是怎么来到台湾的呢？因为这种鸟类并不像其他的候鸟一样，中国蓝雀并不会有迁徙的特性，所以说大家对于这个外来种入侵的来源都相当的好奇。根据这项来源的问题，行政院农委会特有生物研究中心的副研究员姚正德指出，红嘴蓝雀的来源应该是人为引进的。从它的飞行能力和生活习性上综合研判的话，这个物种并没有自行回到台湾的可能性。最早台湾发现这个外来种是在2002年台中县市合并之前的台中县和平乡，到2006年这个物种的族群就已经慢慢的茁壮，也引发了政府相关单位的密切关注，进而开始去捕捉这些外来的物种，将其移除或者是交给收容所饲养。在移除的同时，也让这些动物可以更具有教育的意义。红嘴蓝雀的移除工作包含了使用它们所谓喜欢吃的食物，面包虫水果等等去放置陷阱。当鸟类在进食的时候，使用网子等等陷阱类的用具将其诱捕，完成移除的工作。目前被认为这个物种最有可能来到的原因，还是透过走私的方式，将这些鸟类偷渡来到台湾。
在宠物鸟市场被贩卖之后，可能因为弃养的关系，或者是不小心逃逸，才会陆续的在台湾的野生环境当中出现。而红嘴蓝雀它的身长大概53到68公分，雄鸟的体重大约145到192公克，而雌鸟的体重大约106至155公克。在中国也衍生出了许多独立的亚种，也算是在亚洲地区相当具有指标性的亚科动物。目前林务局根据《野生动物保育法》第14条，遗失或者是生存于野外非台湾地区原产野生动物，如有影响国内动植物的栖息环境之虞者，得由主管机关尽为必要之处置。指示林务局管理处尽速的进行中国蓝雀的移除作业，也期待未来的日子里头可以尽速的解决这个外来种的问题，保护本土野生环境以及物种生存的权利。台湾海峡的形成确实阻隔了许多动植物的相互影响，也在数百年的演进之下，产生了许多特有的物种，也是属于这种岛屿型的地区会发生的生态现象。这个物种既珍贵又美丽，更是在生态教育上相当重要的一环，也是生态专家认为非常值得保护的部分。而且重点是，只要特有的物种消失了，或者是受到了影响，也都不容易收拾。所以说这几年大家才会这么看重这个议题。今天为各位介绍大家平时可能不会去注意的主题，也跟之前做的台湾蓝雀影片相互做对比、做对照。希望大家未来看到类似台湾蓝雀的鸟类时，也可以多多观察这个鸟类的眼睛或者是腹部的颜色，还有头上的羽毛，都能够做两个物种的分类。如果你觉得这部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也非常欢迎分享给身边喜欢鸟类的朋友。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我们每个礼拜的最新影片。如果对于中国蓝雀有任何的想法，也都可以在底下留言跟大家讨论。那我们就下一次的影片见喽，晚安，拜拜。